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有小孩，如果他每天这么苦，我生他出来是为了什么？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我 Alex。那又好久没有录 B 站视频了，然后今天呢，强行绞尽脑汁想了一个题材，就是身边很多人好像都在面临被催婚和生小孩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关于这个题材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吧。首先，你可能不熟悉我的朋友，简单说明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我现在呢是29岁，然后呢是单身。以前呢家里也经常催婚和要小孩，但是现在呢他们不催，基本都不催了。那我是用什么办法让他们做到不催呢？这里我卖个关子，我在视频后半段会告诉大家。那首先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于结婚、成家立业以及生小孩的态度。我应该从很久以前就笃定自己这辈子打死不会要小孩，以及90%以上的可能不会结婚。那为什么这么坚定的觉得自己不会要小孩？我想了一下，原因主要呢有3点吧。第一点呢，就是我本人真的非常讨厌小孩。就是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病叫做厌童症，那我一定是晚期那种患者。我讨厌小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假如我坐电梯的时候有个小孩在旁边碰到了我都会感觉内心恶心一下。因此对极少数有礼貌有边界感的小孩来说我还可以忍，但是对于大部分又吵又闹然后可能素质还不太高的小孩，我是真的一点都忍不了。第二个点呢，就是我完全没有信心，如果我有一个小孩，我会把他教育得很好。因为说实话，我这个年纪连我自己都没活明白，我自己的三观人生观都还没有很完备的建立起来，那我何谈去教育一个小孩呢？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也是很多东亚家庭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小童年也不是很开心，然后童年受到的一些霸凌然后受到的歧视，然后一些错误的教育，让我对教育小孩会产生一些阴影。然后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我有一个小孩，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不重蹈我的这些覆辙。第三点呢，跟第二点也有一点相关吧，就是我现在生活在深圳嘛，我每天看我身边的小孩来来往往，然后我真的就觉得中国的小孩真的还是太苦逼了。就拿前2天我出门为例，那天我出去吃饭，然后晚上6点钟我出地铁站了，还看见很多穿着校服的小朋友在进地铁站，也就是说他们6点多才能回家。我就会下意识的又和我去过那些发达国家做对比，就是他们的大人可能下午3、4点就已经准时下班了，但是我们的小孩，就拿我地铁里看到那个，我感觉他可能才初中，然后矮矮的可爱的戴着一个圆圆的眼镜，但他居然要晚上6点多才能坐上地铁一个人回家。然后呢，我都能想象到他6点多才到地铁口准备坐地铁回家，那他回家吃个饭，就假设他7点吃完饭吧，那是不是还要做作业？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作业是多么变态，要做很久吧。然后他一天有多少时间是可以去接触大自然，可以去户外跑跳。就单从这个小小的视角，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有小孩，如果他每天这么苦，我生他出来是为了什么？接下来对于结婚这个事情，我虽然说没有像小孩那么一棍子打死那么的绝对但是我觉得对已经快接近30岁的我来说，结婚好像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遥远到我现在都不敢想象结婚是什么样的，然后婚后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还是刚刚那句话，就是自己都没有活明白，就是自己都还没有摸清楚什么原生家庭，什么亲密关系，这些巴拉巴拉的东西，然后怎么可能就和另一个可能也没有活得很明白的人就这么走入很神圣的婚姻的殿堂呢？更别提说遇到一个相对理想的对象，这个几率是多么的渺茫。所以我觉得我对于结婚的态度仅仅是没有像生小孩那么的绝望，对婚姻仍然还是抱有一丝丝的幻想和憧憬的，但是近些年可能都不会考虑这个事情吧。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父母或者是家庭频繁的催婚催生小孩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个人的经验仅供参考，大家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实施。第一点呢，就是远离原生家庭，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远离，然后手机微信这些联系呢也不要那么的频繁。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和父母经历几次比较激烈的争吵，
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大部分其实是听不进去大道理的。以我个人的经历，无论是用什么讲道理的方式，比如说是心平气和的给他们打一大段文字，或者说是打一个电话，有条有理的给他们分析利弊，然后结合什么心理学什么巴拉巴拉的，总之就是非常专业，然后在你看来非常有说服力的这种说法，他们当时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其实后面也是没用，他们转头就忘了。又或者是直接给他们转发一些说的非常好，甚至是一些牛人专家说的关于催婚生孩子这类的视频，但是他们大概我感觉他们也不会看，即使是看了也不会改变他们的任何想法。所以我个人感觉最终有效的方法还是只有吵架，而且可能还得不止一次，因为只有真真实实的吵架才能让他们真实的记住你的感受，然后你的想法。以我为例的话，我和我的父母就是吵了好几次之后，他们现在就彻底不问了。也不是说彻底不问，但是他们现在就只会可能隔个几个星期，隔个几个月，然后发一个那种含沙射影的一个文章转发一下给我，这样而已。因为在几次吵架过程中，我非常明确，甚至是有夸大化的这种手法告诉他们我受到的伤害，然后我的立场。我觉得争吵过几次之后，他们的转变可能是这样的啊，一开始就是不敢给你发消息了，因为一发消息就是要吵架，甚至说真的会再次伤害到你。然后后面可能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自己的思想可能也会发生一点点的改变。比如他们再想发催婚催孩子这类消息之前，他们可能内心就会回忆一下上次吵架里面我个人的感受。所以现在我真的感受到了他们的改变，以及能感受到他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理解我发自内心的那种。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父母在婚姻和小孩这件事情和我们如果三观差异很大的话，我们的做法不应该是绝对的隔离父母，隔离家庭。比如网上很火的一个词断交，或者就是老死不相往来。我个人是不太支持这种比较极端的做法的。我觉得父母的三观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去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呀。比如以前在我的家庭群里，可能大部分就是我父母发的什么相亲啊，然后催婚这些视频，但是现在呢，大部分都是我在给他们发东西。比如说我看到深圳那个很苦的小孩，然后我就一通给他们输出这个小孩有怎么苦，然后看到那些不结婚不生小孩的人也过得很好的那种视频，我也会偶尔会转到群里给他们看一下。即使他们当时不看，但是日积月累可能也会对他们造成一些想法上的影响吧。好，那这期就是我的一些婚恋观的分享了。大家还想看我做什么样的内容，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留下你的看法。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给我点赞、关注、键3连。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